可變光圈，這是運動相機界第一次出現這個功能。你可以把它想象成你眼睛的瞳孔，天黑時放大 f2.0， 吸收更多光線，天亮時縮小 f4.0， 防止畫面過曝。提到可變光圈，我們通常會想到三大好處：更好的低光、景深效果，以及对快门速度更多的控制。第一，低光性能確實有提升，除了新的重構圖功能，這也是 Action 6最顯著的升級。f2.0 的廣角光圈比 Action 5 Pro 固定 f2.8 的進光量多了1倍，所以即使有效傳感器面積小了，多出來的光線也完全彌補了這一點。但請注意，這並沒有讓 Action 6瞬間變成夜視猛獸，不過它依然是運動相機的畫質。在夜間，你的手機或 OSMO Pocket 3依然能吊打它，但依然是大疆運動相機迄今為止最好的低光表現。第二，關於景深，如果你夢想用運動相機拍出那種電影感的模糊背景，讓主體突出，別想了。運動相機傳感器太小，焦距太廣，不可能產生真正的背景虛化。不過它可以改善前景虛化或最小對焦距離。通過收縮到 f4.0 Action 6的最小對焦距離可以進至20厘米，這比 Action 5 Pro 的35厘米有了較大的改善。第三，可變光圈可以充當一個1檔的內置 ND 濾鏡，讓你比 f2.8 多出1檔空間來減慢快門速度，從而在畫面中引入一些運動模糊，讓畫面更自然。當然，如果你追求接近180度快門法則的電影感，你仍然需要真正的 ND 濾鏡，但光圈控制確實讓拍攝更靈活了，你換 ND 濾鏡的次數會少很多。Action 6還有一些值得一提的質量生活改進，首先是新的雙向磁吸支架。我以前無數次搞錯 Action 5的方向，現在你可以隨便往上吸了。雖然它能兼容舊支架，但沒有磁吸引導會比較笨拙。另外，電池和 USB 插門設計也更新了，需要先側推卡扣再打開，手感更安全可靠。我對 DJI OSMO Action 6到底感覺如何？大升級傳感器和光圈更像是帶來了新的功能和可能性，而不是純粹的畫質飛躍。這讓購買決策變得異常簡單。如果你是多平台創作者，正方形傳感器的重構圖能力就是你升級的唯一理由，這個理由足以讓你買單。但對於其他人來說，它就很難賣出去了。運動相機似乎已經快要觸碰到這個尺寸下的物理極限了。我很期待看到未來的運動相機將如何進化。感謝收看，請在評論區告訴我，你覺得這個 Action 6值得買嗎？